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芝麻酱到底该怎么调稀？用水还是用油？大厨教你这样做，丝滑细腻，味道香。喜欢吃芝麻酱却不知道怎么调的朋友，确定不要进来看一看吗？说到芝麻酱，相信大家都特别的熟悉。平时不管是吃火锅还是拌个生菜，很多人都喜欢用到它，加上一点点芝麻酱，整个嘴里都是香香的。其实芝麻酱除了可以用来涮火锅之外，还可以用来拌菜炒菜。喜欢吃面条的，在面条里面加一点点，它也是超级香。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们自己买回家的芝麻酱特别的黏，甚至还会起块状，根本和我们平时在火锅店里面吃到的芝麻酱完全不一样，并且吃起来还有一点点苦涩的味道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是我们买错了，或者是买到不好的芝麻酱了？当然不是，其实所有的芝麻酱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芝麻酱在吃之前，我们是需要把它调稀的，只是这一点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，并且更不知道怎么来把它调稀，也不会有苦涩腻口的味道。今天就来教你正确方法。首先，我们选芝麻酱的时候要注意，生活中的芝麻酱一般分为纯芝麻酱以及混合型芝麻酱。一般纯芝麻酱里面所用到的材料就只是芝麻，但一种混合型的芝麻酱，它里面就是有芝麻以及花生调和出来的。混合芝麻酱在购买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认清楚，纯芝麻酱它的芝麻香味会更加的浓郁。我们把芝麻酱装进碗中，盛入1到2勺即可。看一看没有被稀释过的芝麻酱，它特别的粘稠，直接这样吃肯定是没办法下口的。所以盛入碗中的芝麻酱，我们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碗中准备2粒八角，一把小茴香，几片香叶，一小撮花椒粒。不喜欢麻味的花椒就别加了。锅里面倒入适量的植物油，倒油之前先不要开火，接着再把刚才准备好的香料倒入油锅中。此时再把火打开，用小火慢慢的熬，把所有香料的香味全部熬到油里面去。整个过程都要保持小火，这样才能把所有香料的香味全部逼到油中，而且还不会让香料一时半会就被炒糊了。因为咱们的香料本来就是干的，如果是热油下锅的话，香气还没被逼出来，香料就已经糊了。并且如果我们就算是冷油下锅，而此时去开大火来熬，那么是一样的结果，就是香料炸糊了，里面的香气都没有被逼出来。因此熬香油的时候，咱们全程都要保持小火，并且凉油下锅，慢慢的来熬，最后把锅里面的香料熬成这种微微发黄的样子，而且站在锅边能闻到香料的香气时，现在就可以关火了。准备一只干净无水无油的碗，把油从漏勺上面倒下去，把里面的大料全部过滤出来，只需要里面的料油就可以了。用各种香料炸出来的油就叫做料油，而这个料油很多饭店、酒店或者是大厨都会用的。像平时做凉拌菜、凉拌面，很多人都会在里面放入料油，所以说平时我们也可以多做一点这种的料油，很多菜上面都能用得到。盛1勺料油到刚才的芝麻酱中，然后用勺子从左往右不停地搅拌，让芝麻酱充分的和料油混合均匀。生活中调芝麻酱的方法一般有2种，一种是用水来调和，一种则是用这种的油来调和。一般用油调和出来的芝麻酱，存放的时间更久，香味也更加浓郁。而用水调出来的芝麻酱，存放的时间较短，而且它的味道也会相对淡一些。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用水调还是用油调。用油调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不要一下子就把油倒进去了，要1勺1勺的往中间加油，这样调出来的芝麻酱才能和油充分的混合。
口感才会细腻。搅拌至碗中的油完全被芝麻酱吸收掉，之后再依次往里面加入1勺油，继续用勺子不停地搅拌。搅拌至芝麻酱和油又一次充分的融合。我这里总共往里面加了3勺油进来，油的量要根据你所调芝麻酱的多少来定，或者是结合自己的口味来决定。像这样就搅拌好了。现在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生抽，小半勺白糖提鲜，少许蚝油，继续用勺子不停地搅拌，让芝麻酱和这些调料充分的混合均匀。大概搅拌个1分钟左右，芝麻酱就变成了现在的状态，颜色也深了不少。接下来咱们准备1瓶雪碧，然后分次少量的往其中加入雪碧。加的时候一次性不要加的太多，那样不容易把控好用量。所以说一定要和刚才加料油一样，少次多量的往里面加。加进来之后，用勺子不停的搅拌，让里面的芝麻酱充分的将雪碧完全吸收。全部吸收后，此时再第2次加入，继续不停的搅拌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饭店有许多的芝麻酱，里面都加了雪碧，用雪碧调和出来的芝麻酱，吃起来口感清爽不油腻，而且也没有微苦味。不少不知道的朋友还以为是黑暗料理，其实你回家试过就知道了。搅拌至雪碧再一次被吸收后，我们继续往里面加雪碧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上面的白色泡泡就会渐渐的消失。大概搅拌个1分钟左右后，咱们的芝麻酱就已经完全调好了。来看一看，这样调出来的芝麻酱特别的有光泽，而且非常的细腻。这个时候站在碗边，香气就扑鼻而来了，光看着都要流口水了。以这种方式调出来的芝麻酱，比酒店和火锅店里面的还要香，非常的细腻顺滑，可以直接用来拌菜拌面蘸火锅，都超级的香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